艾特你的大冤种，一起去看这部精装泰国恐怖鬼片《舞动轨迹》完整版。到底是冤魂成就女主，还是女主成就了冤魂？话说晚上，小乔对着镜子自言自语，一直在问为什么自己没有做到。突然镜子里的自己开口说话，意思他可以帮到小乔。小乔还没有明白声音从哪里发出来的，就转着圈看看四周。他还以为是弟弟在搞恶作剧，可是弟弟也没吭声。当小乔转过身对着镜子看的时候，这才发现镜子里那个自己竟然能单独做动作。接着小乔进入一个莫名的空间，那里乌漆嘛黑的，小乔就把手机的电筒功能打开，这里到处都是水声。突然出现一个阿飘，抓住小乔的手，要他一定要进来，他可以帮他成为西达。小乔吓得拒绝了。很快小乔醒来，原来这是他做的一个噩梦而已，不过非常的逼真，搞得小乔还心有余悸。当我看完这个片段，觉得这个恐怖氛围的营造还行，有看点。那么小乔为什么会做这个梦？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故事要从半个月前讲起。小乔是泰国一家舞蹈团的实习舞蹈演员，老板马特当着大家的面交代教练等下会从大家选出3名女主候选人，这个女主在戏里的名字就叫西达。小乔就希望自己被选上。自从那天马特宣布遴选以后，小乔就发现后台的楼梯道经常有水漫出来，看这个样子好像是从3楼流下来的。物业已经把3楼暂时封闭起来，但是小乔就好奇地走到3楼看看。他看见每间房的地板上竟然都有水。当他顺着水机转到另外一间房时，发现在木柜子的后面似乎有红色的布料，而且那些水就是从柜子很后面流出来的，像一条小溪似的。小乔就好奇地把布料抽出来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了小乔的手，摇了几下，似乎要有什么话跟他讲似的。接着小乔感觉自己好像掉入水中，就快要窒息了。就在这时，物业老周把小乔拍醒。大梦初醒的小乔觉得自己还真得是掉入水中要窒息了。他突然看见有个阿飘出现在老周的身后，但是一眨眼就消失。小乔觉得自己应该是出现幻想，因为自己的衣服都是干燥的。小乔就跟物业老周告别，回舞蹈室排练去了。保安精神小伙直言肯定是他们工作压力太大导致的，老周点头表示认同。隔日马特在小乔和吉娜2人当中挑选女主，首先就让小乔跳舞。一开始吧还算正常，跳着跳着小乔的脑子里出现了昨晚的幻想，导致小乔摔倒在地，这样吉娜就胜出，小乔只能成为备选者，然后默默地离开。晚上小乔回到家里，对着镜子自言自语，一直在问为什么自己没有做到。突然镜子里的自己开口说话，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。原来这是他做的一个噩梦而已，不过非常的逼真，搞得小乔还心有余悸。隔日马特找来自己的好友阿杰，希望他能够投资这个舞蹈剧目。其实他们在几年前就在一起合作过，后来分开了。阿杰最后答应考虑一下。隔日大家都在舞蹈室排练，马特就让小乔来一支舞蹈热热身。吉娜还在洗手间没有回来，小乔一上场仿佛被什么附身似的，跳得可好了，完全把女主的各种状态演绎了出来。马特对小乔刮目相看。与此同时，吉娜在楼道看见了有大量的水流出来，在好奇心驱使之下往3楼走去。在舞蹈室，小乔的脑海里似乎还有一个人跳着相同的舞蹈，而且比自己跳得好，同时还在引导他一起跳。突然那个人进入到小乔身体里，小乔顿时精神一变。而吉娜就在去3楼的楼道上看见了一个不干净的东西，吓得吉娜跌落下来。这时物业赶来通知大家，吉娜昏迷不醒，非常严重。于是大家都停了下来，去看看怎么一回事。还好吉娜没有生命危险。马特就在一旁批评老周工作不到位。小乔觉得也很凑巧，因为昨晚在他的梦里，那个阿飘就积极表示帮助小乔获得饰演西达的机会。可是没想到这个机会来得这么快。随后马特宣布西达由小乔来主演，吉娜需要手术治疗脑中的淤血。他认为这是一件偶发事件，不要为此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。小乔对马特表示会尽力而为的。过了几天，阿杰和老婆阿霞正式对新闻记者宣称投资马特的那个舞蹈剧目，他们成为这个舞蹈团的股东之一。随后马特就带着小乔来到记者招待会，马特当场宣布上一届的西达扮演者阿迪正式退休，现在由小乔领衔出演。台下阿迪的内心那是无比的嫉恨，气得阿迪找了个去洗手间的借口就走了。但是他的身后却出现了一个阿飘，一闪而过。过了一会儿，小乔和阿霞在洗手间相遇，两人随便聊了几句，
但是小乔却看见阿霞沾满鲜血的手，小乔看得有些呆滞，这可把阿霞搞懵逼了。小乔连忙解释进来压力太大才导致这样，阿霞对此表达了理解。晚上马特就邀请小乔来到自己的家中，他是有剧本要找小乔聊天。实际上马特心怀不轨，这么多年经他手的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有很多，今晚也不例外。马特还特意倒了2杯红酒调节一下气氛。可是令马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当马特让小乔喝一口酒，这可把马特搞得兴致全无，就让小乔自己打车回去了。而小乔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有些朦朦胧胧的样子。实际上是那个阿飘救了小乔。隔日大家正在排练舞蹈，有消息传来，阿迪昨晚被车子撞断的腿，现正在医院治疗。随后小乔就在洗手间听见同事在议论，凡是成为西达的扮演者最后都会出事的。男同事看见小乔出现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先走了。小乔一边洗手一边发现小丽出现一样，而且冲着他大喊大叫，意思是在说什么时候帮他回来，并且用手比划着逐渐靠近小乔。哇塞，这都是幻觉而已，不过却把小丽吓得可不轻，以为小乔精神上出现什么问题，赶紧离开洗手间。然而小乔在镜子看见一个词语，意思就是答应。很明显刚才那个不是幻觉，而是那个阿飘附身在小丽的身上，要求小乔去帮他。小乔有点着急，就用手抹去那些字迹，他希望自己不要再被侵扰。而在身后的一个隔间默默站着阿飘。不过从那天起，出现在小乔身上的幻觉越发的频繁，阿飘似乎在用这种方式提醒小乔去帮助他。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影响到小乔的工作，让小乔无法安心把舞蹈完全跳完，还被马特责骂。终于小乔受不了，就高声让阿飘出来，问问他到底想要做什么。阿飘于是就给小乔灌输了一段残忍的影像，很明显阿飘是希望小乔能够帮他伸冤报仇。小乔从那天起就用业余时间开始调查，他先去医院找阿迪问问情况，因为第一任西达的扮演者跟他很熟，但是遭到了他的强烈抵制。接着他想起应该去翻找舞蹈团的档案才对，于是他终于找到第一任的西达资料，其实他的名字就叫西达。根据留下来的地址，小乔找到了西达的奶奶，两人聊起了他的成长经历。在他的房间里，小乔看见了他照片，没错，这个样子就跟阿飘的样子一模一样。但是奶奶告诉小乔，西达已经失踪很久了。另一边，马特正在家中上网，突然收到一个来自西达的信息，而且是他和马特的合影，马特怎么删都删不掉。与此同时，有张玻璃相框掉了下来，小乔捡起来一看，正是那张西达与马特的合影。马特搞不明白，西达明明已经失踪多年，为什么还能发送照片的信息？突然电脑的屏幕里出现西达的样子，这可把马特吓得不轻，不知为何会成这样。可是小乔拿着那张照片去找马特询问西达的下落，马特非常的惊讶，不过他强压自己镇定下来，然后骗小乔西达因为技不如人，早就辞职去另外找工作了，至于去哪里他也不知道。小乔只好无奈的走了。但是到晚上，马特开始被鬼压床，噩梦连连，因为这段时间马特精神恍惚，就没有去上班，手机关机，搞得阿姐很紧张，毕竟他投了那么多的钱，于是到处寻找马特，还问到老周那里去。老周当然也不知道。阿姐刚走，电视里爆出新闻，一名叫老卡的人莫名的死在河边。老周盯着屏幕大吃一惊，正是表演前的一晚，马特终于出现，和大家一起观看舞蹈团的模拟演出。不可否认，小乔跳得非常的好，这让台下的马特想起了西达。他揉了揉眼睛，的确看见西达就在小乔的身边，如影如垂，吓得马特大叫不止，搞得大家以为马特又开始犯病了。不过马特一直拉着阿杰的手，让阿杰帮他，然后逃离此处。阿杰只好安抚大家，把舞蹈继续看完。隔日马特在办公室就开始焦躁不安，到处乱窜。小乔最后在一间库房找到马特，他拉着小乔的手，终于透露出部分的实情。原来西达的舞蹈功底非常的高，他是西达的最佳扮演者，后来的人都没有超过他的，而且非常的迷人。马特就跟他谈起了恋爱，西达就想当女主，可惜当时马特做不了主，就把西达介绍给另外一个男人。哇塞，这个马特就是个大渣男一枚。这时马特觉得西达的鬼魂出现，然后就在大厦里乱窜。没错，今晚西达的鬼魂就要找马特算总账，最后吓得马特跌落下楼梯间。正好这一幕被老周看见，而且他还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阿飘。随后警察开始调查此事，小乔就向警方报案，几年前失踪的西达跟此事有关，但是老周却消失了，这引起警方的怀疑。
随后老周吓得收拾衣物，赶紧开车逃离此处。可是阿飘让他无法开动汽车，然后就被赶来的警察和小乔堵住了，带回警局调查。到了警局，老周讲出了实情，原来在几年前，他的老板也就是阿杰，让他和老卡一起去处理西达的尸体。阿杰告诉他们，西达是无意中从楼梯上滚落下来导致的。阿杰为此给了一大笔的钱，他就和老卡一起把西达遗体封闭在那个木柜后面的水泥墙里。老周把所有的坏事都归结给马特，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坏的，就是阿杰。当年马特介绍的男人就是阿杰，后来两人在一起后，西达怀孕了，但是阿杰无法跟西达结婚，因为他已经结婚了。西达认为阿杰在欺骗他，两人就吵了起来。西达一个没站稳滚落了楼梯，现在阿杰觉得已经暴露，阿杰掏枪自杀了。随后警方在水泥墙里发现了西达的骸骨，小乔终于为西达伸冤昭许。随后小乔就来到舞蹈团收拾个人物品，在那里小乔被人打晕，等小乔醒来，这才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。哇塞，最坏的原来是阿霞。当年出了事情后，阿杰第一时间打电话的人就是阿霞，他赶到了现场后就站在阿杰的后面，只是阿杰干着干呢，尤其是西达当时还有一口气在，也不送西达去医院，还让老周和老卡继续那样做的。今晚他是来报仇的，因为是小乔的缘故导致阿杰自杀的，他恨透了小乔。随后在西达鬼魂的帮助之下，小乔逃过了一劫，西达跟小乔做了最后的道别，然后烟消云散。影片到此结束，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不错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。上半部分基本上是讲西达帮小乔获得女主的位置，下半场是讲小乔帮西达伸冤昭许，但是本质上是小三在前，后面的祸事在后。至于西达到底知不知道阿杰已经结过婚，其实稍微打听一下应该不难知道，或者是假装不知道。恐怖氛围的营造还是不错的，本片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女演员的颜值很高，舞姿也还行，最大的槽点就是背景音乐没有选好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捧场。